好，那張剛剛講，台灣現在鋼構結構當然越來越多嘛。是。那現在很多的這個所謂的高科技廠房也是用鋼構，因為鋼構它有個好處，它蓋得非常快。第二個是它防震，是它有很大的好處。可是剛剛講鋼構有個大問題是它怕火，是沒錯。因為剛剛講鋼構，如果你到了500度，是如果這500度的溫度的時候，它的鋼就會開始軟化，沒有錯。它可能還鋼不會融化，但是它會軟化，就塌下去。對，沒錯。所以你們就必須要上面塗一層這個防火漆，沒有錯。我覺得防火漆剛剛講的非常重要的是，這防火漆以前也是這樣，只有外國進口，沒錯啊，非常非常的貴，沒有錯。他剛剛講的那個防火漆一桶，剛剛講的就是可能要上萬塊，還要上萬塊。也就是說，你防火漆的價錢塗薄薄的一層哦，沒錯，我塗薄薄的一層的那個防火漆的價格，居然比我鋼構的這個價格有過之而無不及。沒有錯，以前鋼構這個防火漆的這個價格是非常高昂的，對啊，但是在台灣經過我們永繼自主研發之後，它的價格現在是一半以下。我都沒有想到說，你今天鋼構我就不過塗一層而已，塗這一層油漆居然比我後面那個鋼還貴。其實寶傑哥，我再跟你報告一下，我們現在鋼構防火材料分2種，一種是這個防火被覆，就是我們講的防火泥，哦，這個經濟實惠，你會在哪裡看到呢？在賣場。或者說高鐵停車場那種外露的這個鋼構，你看那個粗粗的，我在看到 Costco 就很多啊，那個就很多，那個其實就是我們講的防火被覆，哦，這是一種。那另外一種就是像我剛剛給各位看這種薄塗型的，那薄塗型它又分成這個油性的跟水性的。哦，那像這個我們一般的住家幾乎是用油性的這個防火漆居多。那像台積電這種要拿的這個，因為台積電是台灣比較早拿那個美國綠建築立的這個電子廠，所以它的材料都必須要經過這個很嚴格的認證。它就是幾乎都是要用水性的為主。哦，所以我們就是針對台積電哦，然後去用一個這個水性的這個防火漆塗料，對，那各位不要想說這個防火漆好像哇很好拿，其實不像各位想的那樣，它必須要經過這個特殊的實驗室哦，我們要去先定那個鋼構哦，它有固定的規格尺寸，然後在上面再上塗一套這個防火漆的系統，完了之後去國外的實驗室燒哦，比如說送到英國去啦哈，或者說在新加坡哦。我們要燒過之後呢，才能夠符合這個國外的標準。可是還沒完哦，如果你防火漆要進來台灣的話，這個台灣你要拿到台灣的這個新工法新材料的證書，你的厚度就是要再乘以1.25，就等於說，假設你在國外的厚度是1公分，可是進來台灣的話就要變成1.25。所以台灣對這個防火材料的要求其實非常嚴格。你說它是1公分，我是要塗1公分，還是說要塗？假設你塗1公分的話，在國外哦，你是1公分，你有燒過，有通過這個測試，你拿到國外的證書。對。可是進來台灣還要再乘以1.25，多塗一點，要多1/4的厚度。所以就代表說，台灣對這個防火這個塗料的認證是非常嚴謹的。而且你剛剛講，為什麼今天台電？我如果說去一些賣場，你看到那些塗料這樣子，那個當然比較便宜，因為它要求沒那麼高。要求沒那麼高。剛剛講為什麼今天到台積電的廠房或者那個，你就因為不可以有灰塵。對。所以你今天塗上去這個東西，它非常乾淨，而且這個東西不可以有這個所謂的雜質這樣子跑出來，甚至它不可以亂揮發，它揮發的這個程度也是要控制在非常的標準值在內。沒錯。所以它等於是每一個小細節都非常非常難。沒錯，而且以前是油性，現在都慢慢要轉成水性的。那我看到這個防水漆，我剛才講，我心想說，為什麼那麼貴？為什麼我這樣塗一層的錢，居然要比這個後面的鋼還要來得貴？沒有錯。那我們就查了一些資料，就跟大家這樣請教。他說，原來你這個防火漆，它是有什麼酸源、有碳源、有氣源。比如說，您看到您剛剛那個東西，它這個發泡一開始不是就鼓起來的哦，不是，它是裡面居然有3種不同的材料。沒錯。那這3種不同的材料，那個配比其實就是獨家專利。沒錯，這個就是我們的 know-how。你們的 know-how。他說原來剛剛講到，因為剛剛講鋼是500度，它就會軟化，就會出現問題。對。所以你一定要隔層，讓它不會到了500度。沒錯。那它其實在200度的時候，它就是開始你的防火漆就會產生它的化學變化。開始會化學變化了以後，剛剛講的第一個是酸源。它開始會釋放了一些叫做這個所謂的無機酸，是無機酸出來了以後呢，就會有碳源的這個所謂的碳化，碳化了以後呢，就會有一個氣源的發泡，所以它裡面就有化學作用。沒有錯。所以我看到那個漆看起來很簡單，原來是我的200度以後，
它自己就會有內部的化學變化，就會出現，本來那是平的耶。對，沒有錯，它就是膨脹。一個平的，所以它就會增加到本來是可能0.1公分，對，它馬上會就增加到3到5公分，對，會變好幾倍。那個東西。所以以前台灣沒有辦法做這個東西，台灣貴就貴在這裡。台灣以前都是仰賴進口，不過我想這個寶傑哥真的非常專業哦，這個都把我們這個遊戲的 know-how 都講出來了。不過這以前的確都是要國外進口，那現在就是經過永紀的自主研發之後，我們可以用這個比較這個合理的價格，而且可以迅速的在台灣供應。對，我們的優勢其實就是在地製造。哦，那你像我們現在這個富邦凹子底，哦，跟台北雙子星，哦，這個防火塗料也是我們去拿的。對，你可以想想看，這個它的工地就是很多工種同時進去，哦，你也不可能在那邊囤料，所以就是要多少我們就是馬上供應。對，哦，這樣可以讓工程這個進度可以比較這個迅速一點點，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公司的這個優勢。哦，能夠工料迅速，而且技術服務也相當的快。哦，你隨 call 我們就隨到。對，所以我們才講到台積電，因為我問到過很多專家，是他們講說，國外如果要想取代台積電，他說沒那麼容易，沒那麼容易。他說沒那麼容易，不是說台積電本身我的晶圓製造，比如說我的2奈米、3奈米，我可以做得很好，而不是，是你從一開始我的光照，我的所有的廠房的設計，剛剛講我裡面不可以有灰塵，甚至我裡面的這個雙氧水。甚至裡面的這個所謂的進出，它連那個廢水回收，是剛剛講到那個塗料。我覺得台灣之所以偉大，或台灣之所以讓我覺得敬佩，是說他不是一個人那麼厲害，沒錯，是一群人很厲害。而且這一群人是我看到有些人，他說他願意，比如說那個探針，那個探針他願意做到說，哦，我做到的非常細。我甚至還看過一個故事說，他用那個高壓讓那個銅裡面的這個所謂的分子進行軟化。軟化了以後，我再用那個孔把你擠出來。我想這也太神了吧？他說沒有，台灣的老闆現在就是願意做這樣的事，所以以前不願意做這樣的事，現在的老闆都覺得我如果可以做得更好，這種東西，比如說以前都覺得日本的東西最好了，德國東西最好了，現在台灣現在的老闆也要做到，我可以拿得出去嘛？對，其實台積電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整合了哈。你像這個每個廠商當然都要這個。我覺得啊，就是要盡一份心力，努力的讓台積電能夠順利。像前一陣子這個戰爭，哦，價格是不是原油價格是不是一直在飆漲？其實對塗料廠商來說，這個經營非常難哦，因為裡面有溶劑哦，裡面的樹脂都是由原油提煉出來的。那這個我的廠商1個禮拜就來跟我漲價一次，而且還限量。其實。在前一陣子，哇，我們這個真的經營非常辛苦哦。我到底要不要接新的案子，還是說就維持？那甚至有一個原料商，他從這個國外來，我們在這個交換市場心得。我只跟他講說哦，這個現在不是照進的時候，現在是要保守。哦，那我現在也只有做我自己的客戶哦，但是我有一個忙，你一定要幫哦，我就是要確保台積電哦，供料要正常哦。那你必須要一起幫助我，哦，他也認同。所以真的是現在全台灣都在支撐台積電。我想是我們是盡一點微薄的心力了。所以你要之前不是發生了，比如地震啊，或者什麼東西，你就會看到哦，台積電的這個外面的停車場馬上就停滿車子。沒有錯。他們講說台積電外面停滿車子，說不，那不是台積電的員工那是很多台積電的外包商所以不是台積電的員工他要隨叫隨到，是台積電的外包商，像你們這樣子。中間有任何問題是全力的支援，對，台灣才有這樣的 AI 或是這個晶片的奇蹟。沒有錯，我想這真的就是我們這個台灣人哦，為什麼電子業能夠蓬勃發展原因。你像如果這個我們講個笑話，如果這個故事發生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台積電，哦，可能這個是2種不同的狀況。對，然後美國人可能他很注重自己的生活嘛，他可能講我地震了怎麼辦啊？不然我隔天送完小孩之後。我再來處理好了。所以你們即使是油漆商，你們也是這樣子隨時隨叫隨到。當然了，你像我們這個彩鋼哦，彩鋼就是我們一般屋頂上看到的那個浪板哦，它的顏色因為它是要一致性的，所以它對顏色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那我們的那個工程師他是24小時 on call 的哦，因為那些24小時跟電子廠一樣。
因為這些這個浪板的廠商，它是24小時都在烤漆，所以你只要這個產線上面顏色一有閃失，我們馬上就要到現場去處理的，所以這個為什麼永紀能夠在這個塗料業界，能夠有這個這麼多的成績，其實就是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了。不過我們這個就是我們每天的日常。我真的覺得大家一直在講說日本人有職人精神，我現在做了這麼多的一個題目，我真的覺得台灣那個職人精神更加的可怕。我覺得是。那您剛才提到說，我們现在做了公共工程，你们现在做了是。然後呢，剛剛講的高科技的廠房也做了，那你們現在也進到軍工產業，是沒有錯。那軍工產業裡面剛剛講的現在的潛艦吶，現在的這個所謂的船舶啦，你們現在都做，可是你們有通過美軍的驗證嗎？有我跟寶傑哥報告一下，其實這個像是軍方的話，全世界大概會用這個美國 MIL 的規範，所以你只要你的產品想要進這個軍規，你就必須要通過 MIL， 我們講 MIL 的這個規範。那像這個我們的船舶機，以前都會用在這個漁船上船，那現在也打進這個我們講這個國艦國造，這個我們軍艦的供應鏈。為什麼？因為這個它的軍艦它船速很快，所以它必須要耐磨。你如果塗料上去的話，你要耐磨，你不能這個好像常常就要。你說那個跟水的摩擦性的。當然啦，因為你船速越快的話，你的損耗就會越高嘛。所以第一點要耐磨。第二個就是我們這個只要是船，你們各位注意一下，只要是船停留在港口停一陣子，它的船底就會有這個白色的，好像這個殼海生物附上去，我們講海蛎子。那如果你有海蛎子附着在這個船殼上面的話，這個油耗就會高，就阻力會變大，所以我們的塗料就是要耐磨好，然後呢，這個不能讓海蛎子這個附上去。那其實以前都是用藥了，那後來這個國際海事公約上路之後，它就不准你用藥，所以我們現在表面就是我們的塗膜就是要做得很光滑，讓這個海蛎子很難附上去，要不然就它附上去之後船一開，這就自己會掉下來。會掉下來。是。所以以前我們看到 Discovery 講說，他們現在船只要進來，就有一個專門的噴水，高壓噴水去噴這個東西。沒錯，就是要去洗那個海蛎子。但是現在可以讓它減少很多。沒有錯，沒有錯。那你剛才講的通過軍規，因為我們以前也做過很多跟美軍有關的東西。他說要通過美軍軍規，那非常恐怖因為他說美軍軍規不是你的性能要好，你的功能要好，最可怕的是你要在各種極限環境。比如說你的高溫，高溫不是一般的20-30度，你可能要到50度，你要到低溫，你要風沙，你要在各種環境。我們曾經做過台灣的那個電腦，它是可以在吉普車上跑，然後我可以摔到地上，我要拿起來都還可以用。你們的油漆也要經過這樣的極限測試，在各種極限的環境裡面要通過考驗嗎？對，當然要啊。你像這個，我來舉一個例子你像我們這個前一陣子比較夯的議題，就是我們這個太陽能發電，太陽能發電不是它上面面板下面會有支架嘛？那一般現在支架都是它必須要耐用年限要很久，所以它就會用一些合金之前比較熱門的就是鋁鎂合金。那之前也有廠商去找我們評估說你要上面這個塗層薄薄的，然後我覺得要耐用年限要多久？可是各位想想看這個像這個太陽能發電，它一般都會在那個岸邊嘛，那台灣東北季風大的時候，其實風沙非常大，風沙會把這個東北季風會把風沙帶起來，那帶起來好像這個噴砂一樣，這打到肉都會痛。如果太薄，紅桃追背啊，對，如果太薄那油漆一下就被打掉了。所以這個油漆的規範你是要測試。如果說你是硬度高，那你就可以抵擋這個沙。可是如果像硬度高的話，一般就不耐候所以我們現在也要開發出說，就是硬度很高，然後它又同時又耐候的產品，將來就可以有更多不同的應用。對，那也許就可以這個像寶傑哥講的，就是這個通過更嚴酷的這個軍規的這個測試，就可以找出不同的應用。所以我們講，有一些現在男人在說，我不是漆好就算，我要放在公開的環境。沒錯。我在公開的環境裡面，剛剛講的那個考驗就非常嚴格。沒有錯。那你中間，因為我們知道有一個故事，韓國的一個橋的故事，是，它就是一樣啊，它塗料沒弄好。沒有錯。它最可怕的是，因為我覺得韓國公司很奇怪，
韓國以前發生很多，比如說車禍啦、火災啦，它整個大樓崩塌啦，它連那個大橋也因為塗料的關係，它可以整個崩塌掉。是，寶傑哥講的是1994年這個聖水橋，聖水大橋。對，那這個因為它是鋼構橋梁，其實如果油漆不是塗上去就沒事了哈，它其實還是要做這個相當的監測哦，看它有沒有生鏽。像這個鋼構橋梁最容易生鏽的地方，就是在這個螺絲孔那邊。那這個聖水大橋，它是因為這個長期的，比如說它下雨了，它可能有一些構件會容易積水。那些積水如果沒有辦法排掉的話，就會造成這個比較容易生鏽。那一生鏽的話，它就會有這個崩塌的危險。你像台灣其實也有例子的，2019年的時候，這個在宜蘭那個大橋也是因為生鏽。那其實生鏽它並不是說就是表面鏽蝕而已，有的鏽得很嚴重的話，它是會穿孔的。對，穿孔。对，那你穿孔的話，以前我的車就我當时在裝甲車 ，OK， 那個車我們有放外面，後來穿孔我還要補土。對，沒錯，那個車子才可以用。可是你像鋼構橋梁，它不是說補土，它可能就是可能這個鋼構整個要切掉，然後要焊。它包含連這個它有這個固定的工法，它連焊工都必須要拿到這個國際這個焊工的這個執照，才有辦法來執行這樣子的任務。對，所以這個其實這個塗料選用跟它之後的這個監測，其實都攸關這個安全問題。是好，那當年我們剛剛講到了公共工程，我們講到的高科技的這個廠房，我們看到的軍方，可是那個對一般來講，那個就是一個高大上，跟我們聊一樣。可是，一般現在像我小時候，我們在做家裡的這個整修或者做裝潢的時候，我們喜歡用壁紙。對。可是我現在聽到很少人用壁紙。是。現在很少人用，那現在都就是塗漆。对。那現在這個塗漆，我現在看到說，因為我自己喜歡看裝潢的書。OK。我覺得很神奇的是，現在的色票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細，對。然後呢，現在就這種塗漆可以做出你要的不同的規格，甚至我還看過一個案子是到一個家裡面，其實那個房子不大，可是它可以用明暗顏色的對比，把它的層次弄出來，沒錯。所以現在去用漂亮的色票、用層次、用塗料，可以讓你家裡的這個環境變得不一樣。对，一般像以前我們去買油漆一般消費者買油漆都是去油漆店。那油漆店現在這個很小，然後就它要擺的庫存又很多。那我們現在其實這個技術是從歐美來的啦。我們就是用這個做色漿，然後對，色漿是白色的色漿不是，就是白色的色漿，就是基底，然後加不同的色料進去。然後比如說你去油漆店選一個色樣是你特別想要的，那它就會根據這個不同的配方比例來調出你想要的顏色，馬上可以給你，你就不用在那邊就是等說這個我色票給你，你拿去給製造商，製造商再對色再去做。我們現在都有做這種這個調色機的服務。对，那剛剛這個，所以我要什麼顏色，我可以馬上弄出來，馬上調。而且我們公司的色卡是現在業界最多2232色，絕對可以滿足你的需求。那像這個。剛剛還有講到說，就是壁紙對，以前都會用壁紙來做，可是我們現在塗料不只是只有美觀，它現在還有其他更多的功能，比如說有耐髒污啦，有吸附甲醛啦，然後我們甚至有吸附甲醛，有吸附甲醛，所以我的家具裡面有一些甲醛，它可以把它吸掉。對，是，但是它不是一直持續性的啦，它是用這個我們講說這個離子交換。來吸附甲醛，可是它吸飽了，它就沒有這個功能了。不過它還是有它這個我講的這個話題啦。那再來就是有一些，比如說現在抗病毒，我們是真的是可以把這個病毒的細胞膜，真的用塗料可以弄抗病毒。我們是破壞這個病毒的，怎麼樣破壞那個病毒？我們是用這個酸鹼值來控制，來破壞這個病毒的這個細胞壁。所以用這個原理。可是那個病毒是說我的手沾到了，我摸到牆上，它把病毒處理，還是說你們可以把病毒吸過去？其實是這周邊附近的，它不是說用吸附，因為塗料它其實就是薄薄的一層。對啊。不過它的原理就是說，它這個我們用這個我們的 know how，然後來借由控制這個酸鹼值來去破壞它的細胞壁，
這個是我們跟其他間的可能又不一樣。對，所以這個塗料還有甚至有這種土質類的，你可以做這個厚度的啦，然後有陰影變化的啦，所以可以讓塗料可以選厚度。它有做那種土質類的，像我們講那個硅藻土。硅藻土。或者說它可以做一些這個就是不同的这個變化顏色的，有這種金屬質感的啦，所以塗料它慢慢也走向這種有這種藝術，可以讓這個塗料看起來好像這個有不同的風情，感覺好像藝術品一樣。不過這個市場是比較小眾了，小眾。不過我跟他講，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人為什麼剛才講我不用壁紙，或者是我現在用塗料，你剛才講一個對的是。現在很多小朋友會弄髒嘛？對。現在我覺得有些好的塗料是真的，就是我上面就算弄髒了，是我拿個水或什麼東西，我這樣擦一擦，我就可以擦乾淨了嗎？對，是啊。然後再來就是塗料，你將來要改的時候，你也可以很好改。你像壁紙可能撕下來，然後除膠等等。那塗料的話，你只要上個底漆，然後就可以再上不同的面漆，就可以做不同的變化。這就是塗料的優勢。是。那好，那現在在台灣有一個大問題是。這個塗料跟防水的關係了，就是我覺得台灣人最頭痛就是防水。沒錯，我這個塗料就可以幫我防水嗎？這個塗料防水的運用其實也非常重要。像剛剛寶傑哥看的那個試片，它是2億型的，就可以做出這樣子的感覺。可是我們現在公司開發了一個單億型的，它放在一個鋁箔包裡面，然後你只要撕開倒出來就可以用，它也可以做出類似的效果，當然沒有它那個強度那麼強。對，可是它效果我覺得是不錯。那為什麼人家都是2億型，我們是單億型？這個就是我們公司的 know-how。我們把這個，你剛剛2億型就是我用2個不同的溶液，主劑加印泡劑合在一起，然後噴出來。对，你現在不用，我就單一的溶液，对，就单一包。那我現在只要就我們家哪裡感覺好像哪裡開始有一些。我有一些防水的地方，对，或者我自己塗上去就可以了。对，是。不過我是建議啦，這個還是要找，當然要找專業啊，專業的來做了。當然對。所以我就看到現在剛剛講那種家具裝潢，真的是我覺得是透過這種塗料，它可以讓家裡面出現了很多很漂亮的色彩變化。是。好，那所以我們就特別提到說，在台灣我們在做台積電或者我們在做台灣的護國神山的時候。我們覺得非常的敬佩，也非常感動的是，那不是一家廠商，不是一個台積電，剛才講也不是台達電，也不是所謂的這些所謂聯電這些公司，是台灣所有的這些小公司，或者這些你覺得不起眼的地方，他們不斷的這樣的累積，不斷的進步，把每個小點把小細節都做最好，而這種小細節做得最好，你才可以有台積電這樣的一個良率。我們剛才講，你如果從小你會覺得，你家旁邊有個油漆店，其實油漆沒什麼了不起，可是沒想到。現在這樣的油漆，即使是這樣子，它也有它高科技的成分，它也有非常獨到的地方。原來以前這些東西我們都要跟國外進口，國外進口的價格非常的昂貴，而且它進口的貨的量也不一定能夠符合你的需求。台灣人就是這樣，當我有需求我就精進。台灣因為這樣的精進，我們才有今天的發展。當然我們也非常謝謝紅白油漆今天的這一節的支持，讓我們可以做好這樣的節目。未來我們也希望說多做一些產，讓我們的觀眾知道說。我們台灣的廠商，我們台灣這些工藝、這些職人精神，在怎麼樣的小地方裡面精益求精，才把台灣變得這麼在全世界不可或缺。非常謝謝總經理跟我們討論，謝謝總經理，謝謝寶傑哥，謝謝大家。